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哎，是这个为什么就只有100兆？这个只有100兆。对，然后他到那个就是猫那里的话，他说有900多兆嘛，就是将近1000兆嘛。然后客厅那卧室也有。这期是来粉之家解决百兆网络的问题，据说师傅已经过来了2趟，仍旧是解决不到这问题。因为人家测网线8星它是通的，设备它也是1000兆的，但偏偏客厅它就是100兆的网速，他还当着我的面测了下网速，确实只有100兆。测出来是100兆，然后他那个电信的过来也是100兆，也是100兆。他用他机器测也是100兆，确实100兆。我也查看了他路由器，他是支持1000兆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怀疑是他的面板问题了。可能是这个有问题了，我猜一下它。是这个面板有问题。对，可能是这个面板有问题，我猜一下它。但拆开面板之前，我先用学习简单来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和他描述的一样，8星都是通的。我说你找谁去给你搞的？他说什么弱电小胡啊？我说我也刷得过。哇哦，你这个确实是8星都通哦。他来测8星也是通的。然后他测那边他说有将近1000兆，然后这边就没有了。我说那这个什么问题？他说你换个线试一下。我这边拿电脑试一下。既然这里8星都是通的，那么我就用我电脑接上去，看看我电脑的协商速率是多少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先排除路由器的问题。电脑接上去后显示还是100兆的速率，确实是100兆哦。既然它8星都是通的，那么我就考虑一下它另一端的设备是不是1000兆的了。这个是通到哪里的？后面的。在哪？这里，但我忘记哪个是到客厅，哪个是到那个卧室的。啊，你这里呀？你这个我看到你在光猫。这里我看了一下光猫，它3条网线确实是接到了1000兆口上。我用神器找了下，这条不良，这条也不响，这条。这学习跟我实战了好几个月，找线方面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有需要的可以考虑考虑。我把网线接上去后，居然有意外的发现，它这3号和5号灯居然是不亮的，这就很奇怪了。3号和5号不亮，这网线问题吗？对下线。于是我就去对了下线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这里对线发现，它1到8是正常的，但接收端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，3和5号灯居然是同时亮的。你这3和5号灯怎么这么奇怪呀？我在寻个线，你这线好像有点奇怪呀。不知道。我试一下。你这3和5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换一个寻线仪。遇到这种情况可不多见，于是我就换了个寻线仪试试。换了寻线仪后，发现它一样也是3和5是不亮的。一样也是3和5，你的线有问题了。线有问题啊？我看看能不能接。对线的时候，接收端也是3和5是同时亮的。你这个对线3和5全亮，你这种话是3和5搅在一起的。啊。我看要换水龙头能不能正常？他们换过了是不？没有。没换过。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说不准了。我看他这里的水龙头打得不是那么好，所以我就重新给他打一个水龙头试试，看看水龙头打完后他会不会正常的过来。线的问题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。那就麻烦了。水龙头打完后，坏消息是还是一样的结果。完了，3和5同时亮。那还不是水龙头的问题。它是这样跳的。这里我只能把面板给拆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了。面板拆开后，这里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为了排除面板的问题，我这里就把网线给拆了下来，给网线也打上水龙头试试。如果网线打了水龙头还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宣布是网线的问题了。好消息是两边都打上水龙头后，对线它又正常了过来。好消息，正常了。
正常的。面板的问题呢？面板问题。那怎么样？那再买面板就行了。哦，还好，你要换线的话就贵了。我觉得换线太麻烦了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穿得过去，主要是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才贵啊。来试一下。给视网速了吗？给视网速了。这边把它接藏起来。试一下。你多兆的那个宽带？1000的。1000的。4000兆的，1G 嘛。测一下说。确实是1000兆的。相当于1000兆的宽带。由于当时没有带面板过来，考虑到一般这种面板它坏的概率是非常低的，所以这里我还是重新尝试打了一遍，看看它这里的网络恢复过来。面板重新打完后，果然就恢复成了1000兆。之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总之我告诉他，如果后期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你就要换面板了。不过这事已经快过了1个星期，他那里还是没有出现摆照的情况，看来是上个师傅打面板有问题了。这期监控坏的案例是我没遇到过的。一般监控坏的原因无非2种，要么链路不通，要么摄像头坏了。但这次坏的情况还不属于两者之间，甚至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维修法。开始我按照往常一样准备维修这些坏的摄像头，但难点来了，他们这里有200多个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几个坏的监控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遇到这种情况最好配一个工程宝来维修，但小胡开局只有1个巡检仪、1台笔记本电脑以及1台毫无卵用的网线测试设备，就是没有工程宝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 NPC 来问价，这些摄像头都在哪些位置。这边这些监控你都知道位置不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吧，这个方法行不通，那我们就换一个方法。我们先把这些丢失的通道给记下来，记不下来的可以用手机拍下来。记录完毕后，我们就进入回放，先从第一开始调取它的录像，通过查看回放的方式，看看它是装在哪个位置的。当时我们把录像翻到4月份的时候，这个第一的通道它才有录像。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就很轻松的知道了，这个摄像头它是装在会议室的。原为一切进展的很顺利的时候，但后面剩余的8个通道，我们调取回放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录像的，甚至把录像追到了2月份，它也是一片空白的。看来这方法已经用不了了，那么我们只能用第3种方法了，那就像我这样。看得到不？看得到。看得到的，那这个正常。下一个。由于他们当时在上课，村内的猪都不方便，索性这个步骤就被喊停了。好在我们通过第2个方法知道了一个坏的摄像头，它在会议室。那么我们就去会议室看看它是什么故障。这么近呢？这么近呢？我来到了摄像头面前，我用手摸了下摄像头，发现它是没有温度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就要检查它的线路了。我把摄像头拆开以后，这里我用巡检仪接了上去，发现它只有4578新质量的。你这个质量4578，不好找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 POE 导印机插上去对线的时候，它只会亮4578，有些则是1到8全部亮。这个原理我一直没有整明白，可能是和交换机的供电协议有关吧。这种情况下，单方面是不能证明网线它存在断芯的，所以我只能找到它的另一头，用接头端插上去来验证了。我来到了机房，巡检仪很快就找到了这条线，但对线的时候我就有点纳闷，它1到8芯是正常的，但摄像头为什么就不亮呢？当时我还是没有怀疑摄像头的问题，索性就给两边换了下水银头试试。水银头打完后，我在对线验了下，它1到8芯确实是没问题的，但网线一接上去，交换机的灯仍旧是不亮的。于是我就把摄像头拆了下来，用小节网线接上去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看掉是线的问题还是摄像头问题？看一下亮没？也没亮。我贴了上去后，发现摄像头半点钟是没有任何反应。到了这里，我只能说是这个摄像头坏了。由于他们这边不方便的缘故，其他摄像头我们就没有继续维修了。我们索性就把这坏的摄像头给带了回去。但精彩的事来了，原为售后会给我们换新的摄像头，但没想到我朋友就给我发来这样一个消息：我刚刚把那个插头拿去烧
上头是网络的原因，然后它升级了一下，然后那个上头就好了。可能那些上头都要拿回来做升级，因为它后期这皮肤是有问题的。这我就好奇了，我接上去明明连灯都不亮，他们怎么个升级法？但是你别不信，到了周末的时候，我们把这升级好的摄像头装回去，画面还真的就给恢复了。我倒要看一下，接上交换器，它是怎么个升级法，能把它点亮？我看看那个灯亮吧，是这条不？嗯，灯亮吗？亮，等一下，它的灯是亮的，真的升级就好了吗？我看它有没有画面上。它那画面是第一，看看有没有？它不会还原出厂了吧？哦，对，你要录一下密码呀。啊？对，要录一下密码。干嘛？他改可以了。他那密码我也改成那个原来的密码了。你别找我啊！哎，真的可以啊！这里我是非常好奇，他们是怎么个升级修复的？于是我们又靠这种一个人在前方观看，一个人在摄像头面前乱晃，来找剩余的损坏的摄像头。啊，看得到。下一个，这个看得到。下一个。可以看得到。没看到，你再摇一下。我没看到。确实没看到。你在那边做个记号。这个镜头我就不完全播了，希望这个方法能帮助到你们。当时我们把所有看不到摄像头都拆了下来，然后再对了下线，发现它网线确实是正常的。但这么多摄像头出现这种情况可是不多见了。把摄像头送对售后之前，我还在家里试了一下，发现这摄像头它供电是正常的，但它旁边的数据灯就是不亮。这里我还拿一台正常的摄像头做了对比，必须要像这样两个灯亮才行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之前不是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吗？15个摄像头有10个也是这种情况，难不成我当初错怪这个品牌了？并不是他们硬件的问题，而是也是需要升级一下就可以恢复了。当时我就更好奇这升级法了，于是第2天我就亲自把摄像头带去了他们售后。带一个过来升级一下版本就可以用了，所以还有好多咯。我这边看看你们怎么升级的。是说他之前带一个过来升级了就能用，所以他叫你带这些过来。还有好多咯，所以我学一下怎么升级的，就不用拆过来了，拆过来好麻烦的。你这边原为我可以进去学到这招，然后把它分享出来，但人家售后那边怎么都不让我进去看。总之他们升级完毕后，我们再装回去的时候，摄像头就真的都好了。但这次维修就让我心里有了个结，他们到底是怎么个升级法的？有经验的师傅可以分享一下他们是怎么个升级法吗？